欢迎来到24小时动态新闻频道。如果您喜欢的艺术家的节目，请随时观看有关您喜欢的偶像的热门视频，并且不要忘记订阅和支持该频道。太戳心了！谭松韵签字长文告别方婉之，句句戳中普通人的苦。我的山与海刚刚收官，我一口气追到大结局，心里那种久违的感动和不舍，久久萦绕在心头。尤其是谭松韵饰演的方婉之，她用30年的光阴，把一个普通女人的成长故事演得那么真实，那么有力量。剧一结束，她就发了一篇长达1000字的告别长文，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只有满满的温柔和坚定的力量。我坐在屏幕前，一字一句慢慢读完，心里像被一缕暖阳照进，酸酸的，暖暖的，仿佛那些在外漂泊的苦，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，都被轻轻说出来了。这部剧讲的是70后女孩方婉之，从贵州玉县神仙顶的山村出发，带着生活的重担，孤身来到深圳这座充满机遇却也充满挑战的城市。20岁那年，她因为家庭和感情的双重变故，不得不从大学退学，背着简单的行李南下。那一刻，她不是什么天生幸运的女主角，没有光环护体，只有满心的迷茫和倔强。她在深圳的工厂打工，双手缠满胶布，深夜加班到腰酸背痛。她和闺蜜李娟、郝倩倩互相扶持，从最基层的外贸业务做起，一步步摸索创业的路。她遭遇过合作伙伴的背叛、资金的危机、感情的挫折，甚至被原生家庭的纠缠一次次拉扯。可她从来不认输，她一边工作一边读夜大，勤学英语，抓住改革开放的每一次浪潮，把日子一点点往光亮里推。看到她从青涩的女孩变成中年沉稳的创业者，我忽然觉得，这不就是我们很多人的人生写照吗？没有戏剧化的逆转，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和温柔的自救。方婉之这个角色为什么会让那么多普通人泪目呢？因为她太像我们身边的那个她了，带着原生家庭的隐痛，在异乡漂泊，被生活反复考验，却始终用一颗倔强的心往前走。她小时候在山村长大，养父孟思远给了她最朴实的爱，可血缘家庭的纠缠却像一根刺，随时提醒她自己是不是多余的。来到深圳后，她面对的不是童话般的机遇，而是实打实的辛苦，工厂的噪音，老板的苛责，朋友间的误会，还有那些深夜偷偷抹去的眼泪。她没有抱怨命运不公，也没有等奇迹降临，只是默默把委屈化作动力，一次次从零开始。创业路上，她和伙伴们一起创办玩具品牌，从小作坊做到上市公司。她收养了孤儿方妙妙，像母亲一样守护。她和知己高翔一起走过半生风雨，最终选择回到神仙顶，带着满心从容安顿下来。这些经历没有主角光环的加持，却真实的让人心疼。她告诉我们，人生本就充满磕磕绊绊，但只要心不死，那份踏实的努力，就能把平凡的日子过出不平凡的滋味。谭松韵把这个角色演活了，真的演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她从20岁时的青涩敏感，眼神里藏着迷茫和倔强，到30岁时的坚韧成长，面对背叛时那份不服输的眼神，再到50岁时的沉稳从容，眼底满是历经风雨后的温柔。每一个阶段都像我们身边最熟悉的人。她的表演没有夸张的哭喊，却处处透着生活的痕迹，那微微颤抖的肩膀，那强忍着往肚子里咽的眼泪，那在忙碌中偶尔流露的疲惫笑容，都让人忍不住想，这不就是我自己、我姐或者我妈吗？尤其是那场读养父遗书的戏，太戳心了。王劲松饰演的孟思远，用一生的积蓄86.7万元，为女儿筑起最后一道墙。那封遗书里没有豪言壮语，只有父亲深沉的爱，不是交易，是父亲能为你筑的最后一道墙。谭松韵握着那泛黄的信纸，双手微微发抖，她没有大哭大闹，只是肩膀轻轻颤着，眼泪一滴一滴往下落，却努力咽回去。那种成年人的隐忍和无声坚强，看得我心都揪成一团。谁没有过那种时刻呢？
想哭却要装作没事，怕给别人添麻烦，怕自己显得太软弱。可那一刻，方婉之不再是剧里的角色，她就是千千万万在外打拼，把委屈藏在心底的我们。养父的爱像一束隐秘的光，照亮了他前行的路，也让我们看到，真正的亲情从来不是血缘的枷锁，而是无条件的守护。更让我感动的是谭松韵的那篇千字长文，他没有用高高在上的姿态，而是像老朋友一样，轻轻拉着我们的手，说出那些我们藏在心里却不敢说出口的话。他写道：你从来都不是多余的，被轻视从来都不是你的错，那是别人的选择，不是你的命运。这句话像一剂暖心的药，治愈了多少曾被原生家庭伤过、被社会轻看过的人。他还分享了方婉之的漂泊苦、深夜的泪，以及那份知道生活没那么多好运，所以更要踏实去拼的坚持。他说，你不是孤身一人，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。他回顾了从接剧本到杀青的心路，提到很多观众留言，说自己和婉之有相似的身世，有人因为这部剧重新燃起好好生活的念头。谭松韵没有高谈阔论，他只是真诚地鼓励大家，往后的人生，好好爱自己，和自己的来路温柔相拥，就是对自己最强大的救赎。这些话没有空洞的鸡汤，却句句落地，戳中了身漂的酸楚、创业的艰辛，以及那些在城市里独自扛下的夜晚。方婉之和谭松韵就像双向奔赴的好朋友，谭松韵用细腻的演技给了方婉之灵魂，方婉之也让谭松韵和我们所有人看到了平凡人坚持的可贵。网友们说的对，这哪是单纯告别一个角色啊，明明是在和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挣扎轻轻和解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有三命，天命、时命，还有我们自己修来的自命。只要不放弃，那份倔强和温柔，就能把日子过成一首温暖的诗。看完这一切，我忽然觉得生活多了几分希望。方婉之不是英雄，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，却用最朴实的努力，教会我们如何珍惜自己，拥抱生活，和过去温柔和解。谭松韵也用这部戏和这篇长文，给了我们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让我们知道，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那些隐忍，那些坚持，那些深夜的眼泪，都是值得的。他们不是负担，而是我们成长的勋章。剧里，方婉之从山村走到大海，又带着爱回到山顶。现实中，我们很多人也在重复这样的旅程，从迷茫到坚定，从受伤到自愈。他的故事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内心的力量，也提醒我们，无论身处何地，只要心向阳而生，日子总会越来越好。你们呢？在方婉之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了吗？是他20岁时那份离开家乡的勇气，还是中年时面对挫折的从容？谭松韵长文里，哪一句话让你鼻子发酸，心里发暖？是你从来都不是多余的，还是你走过的每一步都算数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们一起聊聊这个又倔强又温柔的方婉之，一起把这份力量传递下去。生活不易，但有爱，有坚持，有彼此的陪伴，就值得我们继续勇敢往前走。谢谢你们听我唠叨这么多，愿每一位朋友都像方婉之一样，带着光，带着暖，活出属于自己的山与海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点击订阅按钮、关注按钮、评论和分享。谢谢你，永远开心。